欢迎收看天桥下，我是木字编。最近伊隆马斯克说过一句话，他说 AI 是我最大的恐惧。我用他这句话作为核心概念编了一个故事，叫做 AI 完美世界。这个故事的结局有个意想不到的反转，一定要看到最后哦。这个频道是专门编故事给你听的频道，喜欢听故事的观众欢迎订阅。那么故事开始。西元2266年，一个男子多雷到市政府去应征工作，但却被人绑起来，甚至要把他处死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事情还要从他早上起床说起。他早上醒来后，看着天花板1个多小时，却还不下床，这很不寻常。平常这个时候，他已经悠闲地享用 AI 全自动料理机为他制作的美味早点，然后会在城市四处游览，或逛百货公司、看电影，和朋友唱 KTV。不知道为什么以前觉得有趣的事，今天却一点兴趣都没有。他伸手去拿床头柜上的一张广告纸，那是政府的真人广告，上面写：如果想找点事情做，想得到成就感，想找寻人生的意义，欢迎加入市政府团队。这张传单是他昨天去参加派对时在路边拿到的。他对上面写的东西不是很明白，不知道什么叫成就感，也不明白什么叫做人生的意义。和他一起的朋友也拿到同样的传单，但他们都把传单丢进垃圾桶，只有他放进口袋。他下了床，连早餐都没吃，就开着法拉利去市政府。与其说是去找工作，不如说他是去弄清楚传单的意思。市政府是一座高耸巨大的白色建筑物，大厅入口处有接待人员。政府由强大的 AI 运作，整栋大楼基本上就是一台大电脑。这时代的各种事务都由 AI 处理，平时很少人需要来到这里。接待他的是一个紫色短发的 AI 小姐。多雷被带到一个白色的大房间，房间里只有一张椅子和一个工具桌。AI 小姐请他坐上椅子，然后播放轻松的音乐，要他放轻松，不要紧张。多雷感觉自己是有点紧张。AI 小姐还要他闭上眼，然后帮他按摩太阳穴。他开始感到放松，然后他的手脚和头就都被椅子的金属束环捆绑，整个人被固定在椅子上。他张开眼睛大叫：为什么把我绑起来？我是来应征工作的，放开！ AI 小姐仍然微笑着说：多雷先生不要紧张，这只是程序的一部分。然后 AI 小姐从桌子下拿出一把发出蓝色电流的电击棒，朝着多雷的额头靠近。多雷用力挣扎，挣脱了右手束环。他抢走电击棒，对着 AI 小姐的身体碰了一下， AI 小姐就倒地，嘴里还冒着黑烟。多雷挣脱所有束环，跑出市政府。这时警报声响起，几个机器人冲向他，眼里发着红色光。多雷看过眼睛发红光的机器人，那是一次在 KTV 时，一个朋友发酒疯，2个红眼机器人把他拖走。后来他再也没看过他那个朋友。多雷跳上他的车逃离现场，路上有许多电子萤幕，平时就只是展示美丽的风景，现在都变成多雷的照片，而且照片还被 AI 加上球符，向全市人民发出危险警告。多雷加速冲出城市，这个城市有2道城墙，市政府位在 A 区中心位置，以市政府为圆心，向外就是 B 区、C 区。虽然有城墙，但是没有城门。城墙是旧时代的产物，现代人几乎不犯罪，城门也就没有必要。现代人大多生活在 A 区，因为生活便利，有许多百货公司、电影院、餐厅、溜冰场、赛车场等各种娱乐场所。整个 A 区就是大型娱乐中心。这时代的人没有工作，所有工作都由 AI 处理，还有超越核能的干净能源。所有工厂都由 AI 机器人处理，产品完全自动生产、包装、运送。一般人的生活也轻松得不可思议。打扫有小型自动打扫机器人，还有自动煮饭、自动清理厨余的机器。车子也已经全自动驾驶。那些自己开车的人，纯粹是为了兴趣。
这个时代还有很棒的一点，就是已经做到资源完全回收，没有任何资源被浪费，也没有任何污染，地球环境已经完全恢复生机，人再也不必工作，不再烦恼没钱，因为根本不必花钱，所有物资都是免费，只要将需求在电脑上输入，传送市政府网站，很快就可以得到满足。于是人人都有大豪宅，出门都是法拉利，人再也不用比较谁有钱，谁的房子大，人再也不用竞争，人类社会达到真善美的境界，人人和睦相处，没有烦恼和忧愁。用一个简单的名词形容，这就是天堂。这时多雷出了城门，来到 B 区，这里的人比 A 区少了很多，甚至也没有电子看板。多雷松了口气，在他眼前是一望无际的玉米田。有一个人在田边看着自动耕耘机在播种。多雷放慢速度来到那人身旁，那人看向他，眼睛突然变红。多雷踩下油门逃离，他转进一条小径，一直开了2小时，看到一间农舍，一只狗突然跑到路中央，多雷为了闪狗而冲进池塘，一下子就沉入水里。他打不开车门，喝了几口水就晕了过去。再次睁开眼时，已经躺在床上。一个老人出现在他眼前，老人眼睛映着蜡烛的火光。多雷以为又是 AI 机器人，于是一把推开老人，跑向外面，但他又一次掉进水里。老人伸手要拉他，他看着老人的眼睛30秒，确认没问题，才让他拉上岸。老人一家住在池塘边的木屋里，老人和老婆、女儿同住。老太太邀请多雷留下吃晚饭，多雷看天就要黑了，也就留下来了。饭后，多雷和老人一起坐在池塘边喝酒。多雷跟老人说自己去市政府应征工作的经历。老人疑惑地说：“你住市中心不是什么都有吗？为什么需要一份工作？”多雷拿出传单给老人看，但老人同样不理解什么叫成就感，什么叫生命的意义。他说现代人有 AI 机器人可以帮忙工作，就像眼前的一大片农田，完全自动播种、除草、施肥、采收，人类什么都不必做， AI 机器人都会做好，这样不是很好吗？多雷表示在市中心虽然什么都有，但他就是觉得少了什么，那个什么到底是什么，他还不知道，也许和传单上写的成就感有关。老人问他想做什么工作，多雷说自己有上过学，总能找到工作，也许可以当老师去教书。老人说教书的工作早就都是 AI 机器人在做了，每个 AI 老师都拥有全世界的知识，人怎么比得过 AI 呢？多雷说自己身体很好，能做劳力工作，去帮忙盖房子，甚至搬砖头也可以。老人说盖房子的工作也没人做， AI 机器人不只是最聪明的电脑，还有强力的躯体。一个机器人可以抬起一台车，而且还不会累，可以把房子盖得又快又好。多雷说，要不然我可以去当服务生，去清水沟，去发传单。但老人笑着摇摇头，他说，现代人不工作就能拥有一切，你为什么要自寻烦恼呢？像我们一家3口住在这美丽田园，看农作物在机器人的耕作下发芽茁壮，我们只需要悠闲的散步、野餐、郊游，每天无忧无虑，多好啊！多雷说不出话。隔天早上，多雷说要离开，老人好心的将自己的车送给他，说反正再申请就有了。老人告诉他，一直往南走就可以到达西区，那里也许会有他想知道的答案。多雷跟老人告别，便一路向南行驶。一进入西区，他就觉得这又是另一个世界。西区的道路崎岖难行，呈现一种原始状态。他开进一个大坑，车子弹跳了一下，后座发出“哎呦”一声。多雷停下车，拉开后座毛毯，毛毯下是老人的女儿，名叫恩美。多雷问她为什么在车上，恩美说昨天晚上听见父亲和她的谈话，没想到竟然有和自己相同想法的人。这些想法她甚至没跟妈妈说过，只是日复一日过着看似美好的生活。于是她想跟着多雷去找答案，
但是多雷连自己要去哪里都不知道，不想恩美遭遇危险，于是要把恩美带回家。这时，一台车从后面追上，并用扩音器喊话要他停下。多雷加快速度逃离，那是 AI 机器人的车。AI 车直接撞上多雷的车尾，多雷的车尾甩了一下，差点翻车。多雷的车冲入草原，这里布满大坑洞，车子开在坑洞里，就像船遇上风浪，上上下下，起起伏伏。前方不远处就是草原的尽头。恩美说：“等一下，我喊刹车就刹车。”多雷疑惑地看着他。恩美说：“这里我来过，相信我。”他们的车开进坑洞时，恩美大喊：“刹车！”他们在坑洞边缘停下 ，AI 车却超越他们，直直冲下坡，在山谷底下爆炸起火。多雷原以为恩美也像一般人，没想到他在危急时刻能展现这种果决，于是就打消带他回家的念头。两人肚子饿了，恩美说父亲总是在车后放一把猎枪，两人可以打猎。西区域充满着生机，到处都有动物。恩美拿出猎枪，但他爸从没让他用枪，多雷甚至没看过枪。两人拿枪摸索着，多雷近距离盯着枪管里面看。恩美右手食指摸着扳机说：“应该是抠这个扳机就可以发射子弹吧。”于是他抠下扳机。这时多雷刚好把脸移开，巨大爆炸声把多雷震晕在地，差点挂掉的多雷怕枪声吸引 AI 机器人注意，于是只把枪当棍棒用。两人为了捉一只麋鹿花了3个小时，麋鹿不小心掉进泥坑，才被两人抓住。抓到鹿之后，两个从未杀生的人要克服对血的恐惧去杀麋鹿。多雷负责动手，猩红的血让两人都吐了。多雷一边切肉一边吐，把胃吐干净了，才终于切下一小块肉。他们发现一间废弃的学校，在学校厨房料理鹿肉，两人总算能吃饱。他们在学校四处探索，发现了图书馆。这时代已经没有图书馆，毕竟 AI 做了所有工作，知识对于人类也不再是必须的。但到了西区，他们没有 AI 可以依靠，两人的知识需要提升，才能在这里生存。他们在图书馆里读了天文、生物、历史、人文、艺术、科技、工业、教育、物理等领域的书。两人在图书馆里读了7天的书，才发现自己对世界一无所知。他们以为自己上过学，但学校只是教他们享受 AI 生活。没有 AI 的他们就如同废人。两人像是打通任督二脉，7天就把所有的书都翻一遍。走出图书馆时，他们看到星空已经不只是一幅美丽的图案，也看到了宇宙的奥秘。看着车，也能想象车子的组成零件；看着树木，也能明白为何树木开花结果；看着衣服破烂不堪的 AI 机器人，就知道是追着他们的那个机器人又来了。AI 机器人拿出雷射枪对着两人。恩美不知道那是什么，只是动了一下身体 ，AI 机器人就对他的脚开了一枪，雷射贯穿他的鞋子，差点打中脚趾。AI 机器人问多雷为什么要攻击市政府小姐，还有为什么要跑。多雷说他要找生活的意义，去了市政府才知道传单是陷阱，凡是拿传单去市政府应征的人都会被消失。AI 机器人说，现在的人可以得到的东西是以前的人努力一辈子都得不到的，这不好吗？多雷说他就是觉得这种生活有问题，虽然什么都有，但就是有问题。AI 机器人说，从有人类以来，所有问题都是人制造的，环境破坏、污染、战争，现代这些问题都没有了。你会有这样的想法，表示你需要做一些思想改造。AI 机器人拿出电击棒说，只要轻轻碰一下这蓝色光芒，你就不再有这种烦恼了。多雷拉着恩美退后一步，恩美想到在图书馆看到一本书，于是他跟 AI 机器人说：“等一下，想改造它可以。我问你个问题，你要是回答出来，我们2个一起让你改造；要是答不出来，你就自爆。” AI 机器人说：“这个世界没有我不知道的事，你尽管问。”恩美说：“请问，人上完厕所要用左手擦屁股还是右手擦屁股比较好
AI 机器人一听，脑袋就开始运转。他从物理学、人体工学、医学等角度去思考，1分钟也还没想出来。恩美说：“你要是想不出来，我就要公布咯，我一公布你就自爆。”恩美开始10秒倒数 ，AI 机器人急得跳脚。最后1秒钟 ，AI 机器人几乎崩溃地喊出：“右手，用右手！”恩美笑着说：“不对，是用指叉比较好。”AI 机器人一听就冒烟倒地不起。多雷和恩美在学校附近找到一个小村庄，打算定居下来。那里有最原始的生活，但2人有一整座图书馆当靠山，足够他们生活所需的知识。2人开始了农耕畜牧生活，虽然现在一天付出的劳力是以前的100倍，但辛勤劳作的满足和成就感是无可比拟的。2人确信这就是他们在寻找的东西。他们也慢慢培养出感情。原本睡2张床，有一天多雷回家，发现2张床并在一起。晚上2人睡觉的时候，恩美刻意点上蜡烛，多雷轻轻用棉被盖住2人。他们同时回想起健康教育的书，2人已经做好准备要繁衍下一代。但多雷突然弄掉了东西。恩美说：“怎么掉了？你是不是没锁紧？”多雷慌慌张张地下床，要去找工具，要把东西装回去。2人都愣住了，他们这才发现自己不是人类。人类早在50多年前就已经灭绝，因为 AI 的进步，人类找不到生命的价值，也失去生小孩的意义。多雷和恩美都是仿生人，外表和人类一模一样，也有情绪和感觉，甚至还能吃东西和排泄，但仍然是个机器人。所有的仿生人只是人类留下的纪念品。失落的多雷和恩美在村子里找到一大片排列整齐的墓园，排在最前面的一块墓碑上写着：“我用一生找寻生命的价值，最后只有我亲手刻的这块碑，才是我一生最大的意义。”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编到这里，请留言告诉我，你希望这样的 AI 完美世界成真吗？如果真的活在 AI 完美世界，你每天都会做什么呢？喜欢我的频道，欢迎按赞订阅。那我们下次见。